本来这个视频都不打算做了，按理来说应该是4月份那会儿做的，结果那个时候实在是太忙了，根本就没有时间，想着就算了吧。但是呢，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补上，也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啊！你到底抽了哪些角色呀？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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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欢迎来到迟到的星铁1周年总结。这次咱们就不聊人生了，单纯的聊一聊游戏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。app 我呢是一个开服老咸鱼 ，UID 100开头，梦境护照贴纸243个全清，全游所有任务一个不留全清，全游所有宝箱787个全清，全游所有成就845个，我呢完成了800个，剩余的45个大部分都是模拟宇宙成就啊，这个我实在是懒得熬，模拟宇宙的成就太难熬了，我选择放弃。再就是还有几个这种成就啊，这个我也没什么办法，也不用管，慢慢的它自己就做出来了。可以说全有99%的内容我基本上都体验完了。截止到视频发布的这一刻，app我呢没有在星铁充过任何1分钱，连小月卡都没有，完完全全就是一个零氪玩家。剩余星穷52942，剩余金票银票0，持有角色不多，就这么些。其中常驻抽到了9个，右上角这个数字就是命座，限定抽到了12个啊。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其实应该是11个，因为真理是送的，不是抽的，这个大家也都知道。抽了这么多角色，可以说是歪了一大半。平时的抽卡实况我也都有发出来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一翻以前的视频。哎，那你为什么不抽黄泉呢？为什么不抽卡妈呢？原因很简单啊，我不想抽。哎，那你为什么不想抽呢？没有为什么啊，这就跟有的人不吃香菜是一个道理。那我就是不想吃嘛。还是来点醒皮开胃的香菜吧。啊不，住手！香菜的邪物。所有限定角色均为0命啊，我没有任何的一个限定命座，也没有任何的一个限定武器。5星武器倒是有那么几个，但没有一个是限定，不是模拟宇宙换的，就是常驻池抽的。是的，我就是一个不抽命座、不抽专武、只抽0命的人。那么有关个人账号的情况就先到这里，接下来回答5个大家比较好奇的问题。哎，那你不氪金，你的星穷都是怎么来的呢？难道你开挂？你会刷星穷？说真的，我要是开挂啊，我的号估计早都封800回了。不要低估人家的网络安全部，好吧？那里面个个都是计算机方面的相关大佬，你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，人家直接就给你呆了。其实很简单，不氪金干就完事儿了。前面呢也给大家看过了，什么任务呀、宝箱呀，就是全有99%的内容，我基本上都清完了，这就是我的星穷来源。其实呢，这就跟古代卖艺是一个道理，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有钱能使磨推鬼；没钱的捧个人场，没钱那就狠狠的干。哎，那你为什么不充钱呢？你的钱都哪儿去了？还房贷呢，贷了30年还得还20多年呢，养家呢，老婆孩子都等着用钱呢。我自己吃碗面超过15块钱，那都还得掂量掂量。你像我今天中午吃的这碗面，12块钱一大碗剁椒面，管我一天不饿。充游戏还是算了吧。哎，那你为什么不抽命座，不抽专武呢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，就是没兴趣罢了。每个人的游戏乐趣都是不一样的啊，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喜欢高数值，但我个人对数值确实没什么兴趣。就是对我来说啊，我的游戏乐趣还是外形大于数值，全新的角色、全新的外形对我的吸引力会更大一些。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啊，确实是被数值搞累了。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见证了国内网游的发展史，从90年代末、21世纪初的萌芽起步，到10年前后的高速发展，再到20年的逐步稳定。这20多年下来，大大小小的游戏那都不知道官服多少波了，但唯一不变的就是卖数值。除了那几个竞技类游戏、休闲类游戏可能还好，尤其是 RPG 类游戏，就是角色扮演、冒险升级这一类的，但凡跟这个口子沾边的，我就没见过几个不卖数值的。这个也算是中式游戏的传统技能了。累了，20多年了，真的累了。谁愿意搞谁搞吧，啊，反正我是搞不动了。哎，那你不抽命座专武，你这深渊能满星吗？满倒是能满，但就是不稳定，有时候能，有时候不能，完全是看策划脸色。策划弱点给的好，那就能满；弱点一般啊，那就凉凉。你像这一期就是没有全部打满，2个满了，1个没满，混沌这边差1颗星。要是有黄泉，这一期应该有戏啊。可惜我并不是很想抽这个角色，而且我玩星铁这个游戏啊，我从不手动，除非是系统不让我自动，它强制让我手动，那我才手动，不然的话我就全是挂机。手动的上限确实会更高一点啊。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深渊就差1轮满星，其实手动一下也就凹出来了，但我宁可不要那点星穷呢，我都不凹，我是真的懒得凹。而且说实话，就80星穷无所谓。有的人可能觉得这是个面子问题，但我真觉得不重要，好吧？啊，那你没有命座专武刮痧不难受吗？
其实只要不碰深渊，根本就不刮痧，那就是刮风带闪电一路秒着走。只有在深渊里面是刮痧的啊，但说真的不难受啊，一点都不难受。就是星铁它有一个好处啊，它跟隔壁那俩还不一样，那俩刮痧人玩的是真难受，真折磨。但是星铁好就好在它能挂机，就算刮痧那也是系统刮，又不是我刮。前面呢我也提到了，我从来不手动，全是自动，你打多少算多少，我认了嘛，我就往那一挂，该吃饭吃饭，该干活干活，过一会儿它自己就刮完了，反正难受的又不是我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再没有其他的问题了。大家比较好奇的来来回回其实就那么几个，当然了，这些也只是我的个人理解、个人想法啊，没有说是让大家必须去接受它啊，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啊，大家就听一乐，全当是看个乐子。毕竟每个人的活法都不一样，玩个游戏那玩法肯定也不一样。最后再来聊一聊星铁这个游戏吧，玩了1年下来，给我的感觉就是正崩起，到底是正崩起。崩字辈的含金量确实高，主打的就是一个量大管饱。这个量大管饱指的是各方各面，优化快，优化多。隔壁3-4年才改的东西，这边2月就给你全改了。游戏内容也是，除了 1.0 末期那几个版本，那确实比较长草。除此以外，基本上每个版本都有大活。虽然说热度消散的也快，差不多就是版本开放后的3-5天，但这个是回合制的通病，也没什么办法。还有放卫星，人家也不含糊，不扭捏，说放就放了，而且一放就是一大堆。1.6 前瞻直接就把痞星的卫星放完了，2.3 前瞻又把后面几个版本的卫星全放了，现在更是直接预告到了明年夏天。Fate 联动热门角色不就那么几个吗？猜都能猜得差不多。放卫星放的这么干脆，绝对是好事儿，这能给平民玩家留下充足的攒星穷的时间，让每一个平民都可以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，对吧？我想要流萤，那我可能从 2.0 就开始攒了；我想要飞霄，从 2.3 开始我也可以攒了；我想要 Saber， 想要金闪闪，那我从现在开始就攒了，我直接攒到明年，对不对？福利那就更不用说了，那更是量大管饱，各个版本送10连，限定5星，说送就送。宝箱数量虽然不多，但人家质量高呀，10星穷、20星穷的宝箱一抓一大把，这就是减负呀，不需要你去开几百个箱子，你开几十个，该给的资源我就给你了嘛。平时那更是有事没事的，就找点理由给你送点东西，可能这就是崩字辈的含金量吧，很正常，真的很正常。人对初恋的感情确实会更深邃一些，那米哈游的初恋可不就是崩吗？那么就先聊这么多吧，这次也是准备的比较仓促，下次星铁2周年一定准时，这一次绝不迟到。最后衷心的祝愿大家都能一发出金，玩得开心，阖家欢乐，幸福美满。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，respect。这次一定关注。